Hello，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款我刚刚买的相机 ZV-E10，噔噔噔，是不是很惊喜？它并不是一个可能有很多大家想象的很高端的单反照相机啊，或者是很贵的那种。因为这个吧，就是看个人的用途。对于我来讲呢，我买一个很贵的，可能也用不明白，对吧？这是第一。第二是呢，就是我是经常拍视频的人，因为我们画画啊，或者是上课有一些呀，或者是我在 YouTube 拍一些 Vlog 呀，可能都是以视频的方式来表现。所以说，我肯定要首先考虑这个 Vlog 的相机，而照相功能可能对于我来说，就没有那么多的用途，也就是出去玩，可能美拍一下，或者是用 iPhone 14 Pro Max， 我觉得也还可以，就是没有那种玩摄影或者一些专业人士的这么多的要求。我的要求就是，第一，一定要清晰；第二呢，一定要小巧。就算比如说我不买这款相机，我去买一款户外拍照的，那我可能也不会选特别大的那种。我可以不夸张的说，我在 YouTube 上基本上看过了所有人评测 ZV-E10的一些视频。刚开始是看到了 ZV-E 那款相机，首先它不能换镜头，它只会等着淘汰。比如说出来一个新的有些 ZV-E-F 嘛，可能是大家评测都不是很好。由于不能换镜头，它的照相机如果要是被淘汰，可能它就是整机被淘汰，对吧？但是如果要是作为一个微单来讲呢，如果要是可以换镜头的照相机，它的这个伸缩空间会比较大一点，它会用的时间更久一点。然后呢，就是 ZV-E 的这个它的功能防抖和广角啊什么那些东西可能都是有局限嘛。然后我还看到很多人就是要加那个镜头，它的成本和它的这个繁琐性其实也更高一点。2022年双11前后吧，我就想下手了，但是好像感觉就是还是在犹豫嘛，因为你看到了这个人评测，然后又出现了这个问题，然后你又去看另外一款相机解决了这个问题，可是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比如打个比方说，那个佳能的那款也是跟 ZV-E 差不多的那款相机，它的对焦功能就没有这么快，然后它的美颜功能和颜色各方面可能会更优势于索尼，因为索尼的相机本身它就是偏稍微冷灰一点颜色啊。但是索尼的对焦确实是很牛，这一点我是比较心动的，因为我个人觉得现在的这个时代呢，就是相机不够，后期来凑。多多少少的在后期这方面呢，也可以有更大的空间。但是如果要是你照的照片都不清晰的话，你后期做的再好，可能也没有意义了，是吧？所以说我个人觉得这个对焦这一块还是很重要的。就于这两点，再加上轻便和它是可以翻开的这种屏幕的，我还是最终选择了索尼的 ZV-E10，因为我想错过了双11嘛，然后我想在双12的时候再去买，这样的话可能也应该差不多，反正打折10几块钱也无所谓，真的，它要是原价你该买也得买，你说是吧？到最后我买的价钱呢是4953，也就是这个意思吧，就是减了几十块钱，也没减太多。它写的是原价是4999。做这个 Vlog 的人那么多，对吧？然后包括它周围的产品啊、数码呀这些都会在涨价。你想，这种数码照相机肯定它也不会说降的很多，没有等的意义了嘛。我就双12嘛，就抢了好长时间才抢下来的。我当时是特别想买白色的，一个女生。肯定都会觉得白色会更好看一点，颜值是吧？然后我就又开始搜，看到了那些图片，那些很不堪入目的图片，你知道吧？对于我这种强迫症来讲，我接受不了。虽然我很喜欢白，我都已经买了那个，幽兰紫的那个白色的那个支架了嘛。就是也像他们一样想买一款照相机，然后把它放在上面，然后白色的灯就感觉很疗愈，很好看。
都是白色的，而且是那种哑光白，哇，就感觉特别漂亮。但是就是最后还是买了黑色，因为他们有人说你的照相机照出的照片是给你带来岁月的，就是这种一种纪念嘛，所以你拍的多了，它陈旧了，那其实也就是代表着你的这个有一个历史的见证吧，就是这个意思。这句话是没错的，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吧，我还是接受不了，所以说我还是保守起见。本来一款就是你是为了图方便的一款相机，对吧？小巧啊，什么轻啊，什么，然后变成了一款摸也摸不了，然后用也不敢用的一款相机，那就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了，是吧？像我们这种画室，对吧？你只要不摔它，你把它立那儿，也许你手可能就是稍微有点脏啊，有点颜料啊，你这种都很看不出来的嘛，一擦就掉了嘛。那白色肯定不行啊，是不是？但是买来之后呢，感觉其实真的很好看。那我也同样做了开箱和一些测评，我不会分析它很多的这些数据啊那种东西，但是我可以从这台照相机里去给大家测评一下。如果你是做 vlog 刚刚开始，你想选一款便宜一点但是又非常实用的相机的话，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和我一样做相关美术行业或者是一些静止拍摄的人，就比如说美妆啊，或者是美食啊，就是你可以把它架在那里去让它拍摄的这种情况的话呢，你可以继续的看下去，然后也许呢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和一些不同的方法去来运用这个相机。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首先我们还是要把刚才的假电池给它装上，然后连到插销电源上，因为这样的话，如果你拍长视频，就不会担心电池不够用的问题了。还要注意一点的是，我自己又在网上买了一个长的 Type-C 的线，用原装，它里边的那个线呢，就是很短，如果你把照相机俯拍的话，放在上边是够不到电脑里的 USB 的接口的。最好是买它索尼自身拆机的那个长的线，因为之前我买过组合的线，看似很好，但是我去插到电脑里跟手机上的时候呢，它就短路了，所以说建议大家还是买正版的。这个麦克风的接口，如果要是插在这边的话，它的这个屏幕就不能这样横过来了，只能这个样子。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呢，我拍摄的时候，我坐在这里就看不到它的这个位置了，所以我要把它稍微的扭过来一点，这样只能斜着看。那也就是说呢，还是要买一个应该有蓝牙接口的一个麦克风，这样插在热靴上就可以给它放平。如果我在下边画画的话，可以看到我屏幕里的位置，我坐的地方，比如说纸的位置，或者是一些东西的位置，所以这个地方还是需要改进。那如果要是把它放在投屏电脑里的话呢，它的像素可能没有自己本身照相机的像素这么高。我之前用过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它会有摄像头，就是你自己电脑本身，还有可以用外接摄像头来投屏。我现在就是用另外一个摄像头在上边，如果你打开它的设置，摄像头的像素会有1080的这个像素，但是它是要收费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之前第一次使用注册的时候，可以让你免费试用一次，然后感受一下。如果你觉得720像素还 OK 的话呢，那你也可以使用免费版的。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你要是用照相机连接电脑投屏的话，那你的电脑设备像素如果不够高，那也同样是模糊的，对吧？它跟你照相机的本身像素有多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要么你就要交费，要么你就用照相机来直接俯拍，或者你可以去网上找一个外接的屏幕，也许可能也可以看到吧。OK， 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它们的区别。首先要说一下，现在是晚上，我是打着灯拍摄的。现在是我用电脑上的另一个会议软件来录它的视频。我原本以为它会比刚才的那个 APP 要更好一些，但其实放大以后也不是很清晰，颜色也不是很准确。现在是我用索尼 ZV-E10的机身来直接俯视拍摄的视频效果。现在是用刚才机器的拍摄方式之后又加了一个滤镜的效果。我们来看一下加了滤镜前后的区别吧。OK，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用这台照相机来拍摄美食的感觉。首先我们需要一些拍美食的器材，比如很专业的三脚架，或者是一些灯光。现在拍摄的也是在晚上，我的灯光可能就是没有那么专业吧，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真实的这个颜色的效果。在晚上
和灯光不是很专业的情况下，我感觉它的清晰度和颜色还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用后期软件再加以处理，就可能会更完美一些。拍美食呢，就是需要你周围的环境，包括美食周围的装饰啊，都是非常完美的。其实它更注重的是一些镜头感和你旁边的一些环境的感觉。我之前在这个索尼的，就是卖一些照相机器材的这里面是没有搜到这个软件的，我以为它在这个里面，但不是。这个软件是要你在百度里面搜这个名称，然后呢，我搜到的是这个索尼 China 的这个网站，然后得到的这个页面，这是付费版的，这个是免费版。我们来下个免费版吧。点立即下载，简体中文，我是 Mac， 所以点这个。OK， 我们等着下，然后我们来装一下它。这个免费的给它拖到文件夹里。然后第一次打开需要点这个接受，第一次应该也是注册。好了，那现在我已经把其中的一个视频导到这个软件里面，然后测试一下它的这个防抖处理的效果。我个人感觉还可以，这个软件。但是就本身它机器的拍摄来讲，我是在晚上没有任何防抖的情况下，机器自身也不防抖，然后我也没有加另外的一个稳定器拍摄的，所以会非常抖，也可能我走路的时候也不是很稳。那我个人的感觉呢，这款相机如果你是喜欢去外边拍摄外景，无论是照片还是它的室外的这个防抖的这个功能的话呢，我觉得 ZV-10这款相机可能都不是最强的那一项。那它的强项呢，就是它的对焦，还有它室内的一些视频的拍摄。所以我们选择一款相机的时候呢，首先要知道你在用相机的用途。所以我选这款相机呢，对于我来讲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因为我应该只是拿它来在室内的时候拍摄，这样的话呢，它就不会出现去考虑防抖的问题，再加上后期的处理还是非常不错的。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啦，感谢你的收看，拜拜。